就在刚刚韩国举行的 APEC 峰会上呢，加拿大的总理马克卡尼与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一次备受瞩目的会面。这是8年来中加首脑间的首次会晤啊，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将其称之为一个转折点。转折点这个词呢，分量很重，它意味着过去的某一页啊就被翻过去了，新的篇章即将开始。但问题是，这个转折是转向友谊与合作的康庄大道，还是仅仅在悬崖边上的一次紧急刹车？那么这次会晤的背后啊，到底是隐藏着怎样的地缘政治的算计和经济压力？那么要理解这一切，我们就不能只看这一次握手啊，一张照片。我们需要把镜头拉远，回顾历史，看清现在，并尝试展望未来。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的解析这次关键的会晤，看看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将如何塑造加拿大乃至世界格局的未来。要理解今天加拿大和中国的关系为什么这么复杂呀，我们就必须要坐上时光机，回到过去。故事的起点呢，要从一位著名的加拿大总理说起，皮埃尔·特鲁多，也就是前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的父亲。在1970年啊，世界还处于冷战的铁幕之下，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呢普遍持怀疑和敌对的一个态度。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呢，老特鲁多做出了一个在当今看来都非常大胆的决定：加拿大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决定呢，也让加拿大成为了最早这样做的西方大国之一。那么这不仅仅是一次外交承认啊，它向世界也是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加拿大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啊，不愿意做任何国家的附庸。这一举动呢，为加拿大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也为之后几十年的加中关系友好呢，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的几十年可以说是两国关系的蜜月期。老特鲁多在1973年是访问中国，是见了毛泽东。中国的领导人呢，也在80年代是回访了加拿大，双方呢更是签署了大量的经济协议，民间的联系呢也越来越紧密。如今呢，有超过180万加拿大居民拥有华裔血统。那么这种深厚的人文纽带啊，更是两国关系中一条看不见的却无比坚固的线。然而啊，历史的钟摆不会永远停在一个位置。2018年的12月，一个事件的发生呢，让这个钟摆以惊人的速度从顶点跌到了冰冷的谷底。应美国的要求，加拿大的警方在温哥华机场逮捕了华为公司的高管孟晚舟。这个行动呢，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啊，掀起了滔天巨浪。中国的反应迅速而强硬。不久之后呢，2名在中国的加拿大人康明凯和斯帕福呢，被以间谍罪名拘捕。这也是后来震惊世界的2个迈克尔案。在西方世界看来啊，这就是一场典型的人质外交，是对国际规则的挑战。而在中国看来呢，拘捕孟晚舟本身就是一次不公正的政治打压，而且是加拿大挑衅在先。谁对谁错呢？我们今天这里不去评判，但是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两国之间几十年建立起来的政治互信，在顷刻之间就是土崩瓦解。双方的关系呢，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冰点。即使是在3年之后啊，随着孟晚舟回到中国，2个迈克尔回到加拿大，那么这场风波是看似结束了，但是它留下的伤痕呢，却远未愈合。这场外交危机呢，最终是被白纸黑字的写入了加拿大的国家战略。2022年，特鲁多政府是发布了印太战略啊，在这份文件当中呢，加拿大对中国的定义是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中国不再是合作伙伴，而被明确地定义为一个破坏性的全球大国，一个价值观与加拿大格格不入的国家。这个定义啊，标志着加拿大对华政策的彻底硬化，使其与美国等盟友的立场呢是完全看齐了。从战略伙伴到破坏性大国，这不仅仅是一个措辞的变化，它更代表着一种世界观的转变。好了，历史的铺垫我们就说到这里啊，请记住这个背景，因为只有了解了这段从握手到交恶的历史，我们才能够真正看懂为什么在2025年的今天，新上任的总理马克卡尼呢会选择与习近平坐下来，开启一次所谓的重启。而这次重启究竟是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还是在创造一种全新的我们从未见过的关系模式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把焦点拉回到2025年的10月啊，韩国 APEC 的峰会会场。当卡尼与习近平坐下来会谈的时候呢，空气中弥漫的不是老朋友重逢的一个温情，因为他们俩之前早就见过啊，而是一种冷静务实，甚至可以说有些紧张和尴尬的气氛。
那么这次会晤呢，不是情感驱动的和解，而是地缘政治与经济压力下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是什么样的压力大到足以让加拿大政府改变几年来对华的一个强硬立场呢？答案不在北京，而是在华盛顿。我们必须要看到，促使卡尼政府踩下刹车，寻求转向的是呢，来自加拿大的南方邻居，是美国的一场迫在眉睫的经济风暴。特朗普是重返白宫，我们都知道是带来了他标志性的美国优先的政策。那么这一次呢，他的贸易大棒不仅是挥向了中国，也毫无保留地挥向了加拿大。不断增加的关税，甚至因为一个电视广告就可以全面的再次增加10%的一个关税。那么这样的打击也让加拿大经济是陷入了停滞，这对加拿大来说是致命的威胁。加拿大经济对美国依赖有多严重数据告诉我们一切。加拿大超过3/4的出口商品全部都是销往美国。2024年的数据显示呢，加拿大对美出口额是将近6000亿加元，而对中国的出口额呢，虽然排名第2，却只有300亿加元。可见美国是加拿大绝对的经济生命线。现在呢，这个最大的客户突然翻脸了加拿大的经济前景呢是瞬间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渥太华的政治家们突然发现自己是陷入了一场极其危险的双线贸易战，一边是虎视眈眈的美国，而另外一边呢是关系冰冷的中国。正是在这种两面夹击的困境中呢，卡尼政府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但是纯属无奈的目标，也就是在未来的10年之中呢，将加拿大对非美国家的出口额是翻一番。那么这是一个清晰的自救信号要实现这个目标，加拿大必须要寻找新的市场。而放眼全球呢，谁能够代替美国市场的一部分？答案是不言而喻，只有中国，加拿大第2大贸易伙伴。于是呢，与中国缓和关系从过去的一个政策选项变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必需品。那么这种转变也反映在民意上最新的民调显示呢，现在有51%的加拿大人认为应该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这个数字比2023年是上升了15个百分点。而对于中国来说呢，这同样是一个战略机遇。当看到美加关系紧张的时候呢，北京是意识到这是一个将七国集团和五眼联盟中的一个关键成员拉向更中立立场的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能够成功，无疑将会削弱西方世界对华的统一战线。所以在 APEC 峰会上，我们看到了非常有趣的一幕。当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呢，中国却成了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坚定的捍卫者。中国向世界传达的信号就是当美国变得不可靠的时候呢，中国是稳定和开放的。您看明白了吗？这场会晤本质上是两个国家在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水到渠成，自然而然走到一起的。加拿大需要中国的市场来对冲美国的风险，而中国呢，则希望利用这个机会在西方联盟中找到伙伴。那么这次长达40分钟的会晤究竟是谈了什么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呢，最重要的成果就是习近平邀请卡尼访问中国，而卡尼也欣然接受。这标志着两国冰封多年的高层对话呢正式解冻。这是一个姿态告诉全世界双方愿意坦诚的、深度的坐下来谈了。而在实质内容上呢，焦点当然是目前最棘手的问题，也就是贸易关税。双方都同意要展开迅速的行动，解决悬而未决的贸易问题和摩擦。这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显而易见就是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100%关税，以及作为报复，中国对加拿大的油菜籽、海产品以及猪肉等农产品的一个惩罚性的关税。说到这里我们就必须要深入的聊一聊这个电动汽车关税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最能够体现加拿大现在所处的极其尴尬和困难的境地。为什么加拿大明明知道美国的贸易威胁，也迫切需要和中国缓和关系，却迟迟不肯取消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关税呢？原因非常的复杂，这里就像是一场高风险的战略平衡游戏。首先加拿大不能够轻易的取消这项关税，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项独立的加拿大政策，而是与美国协同行动的一部分。如果加拿大单方面取消呢，特朗普政府会怎么想？他们会将这视为一种背叛。在与美国重新谈判关税的一个关键时期呢，激怒美国可能会招来更猛烈的一个报复。加拿大的经济呢是承担不起这个代价。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的未来走向。我们可以设想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如果美国的汽车巨头，比如说福特、通用、斯特兰蒂斯，因为各种原因决定迅速撤离他们在加拿大的工厂，那么加拿大继续保留对华的电动车关税的理由呢，就会大大的减弱。毕竟如果连这个要保护的产业都不在了，那么这个保护的政策也就失去了意义。但反过来呢，如果这些美国的车企继续加大在加拿大的投资持续加大招工，那么情况则完全就不同了。当然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呢，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是微乎其微。就在最近呢，美国3大车企之一的斯特兰蒂斯呢是宣布将吉普指南者的生产线是整体迁回美国，加拿大呢则直接是裁员数千人。而这只是川普上任以来美国车企减少或者转移在加拿大投资的众多案例之一。目前呢，加拿大的汽车以及零配件行业是受关税影响、失业率最高、打击最严重的行业。我相信呢，这也是促成加拿大立场迅速转变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道理很简单，给中国的电动车高关税，无外乎就是在这个保护在加拿大生产的这些美国车企，保护加拿大的传统汽车的产业工人。而现在呢，美国车企相继撤离，也就是美国已经抛弃了加拿大，而加拿大何必要再去帮美国去挡子弹呢？而另外一方面呢，因为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已经让加拿大西部的农业省份呢是叫苦不迭。油菜籽、豌豆、猪肉等农产品呢，都是这些省份的经济命脉。现在出口受阻呢，农民和地方政府的压力是非常的大。那么这些省的省长们一直在向联邦政府施压，要尽快解决问题。中国的态度呢也非常的明确，要想让我们取消农产品的关税，当然没问题，但是呢，请先把对我们的电动汽车关税取消。因为这本来就是一场对双方都毫无益处的贸易战，而且也是由加拿大首先发起的。对于取消电动车关税的具体谈判细节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社会各界都普遍相信吸引中国车企来加拿大投资建厂，甚至弥补美国车企撤出的所造成的空缺，这是对双方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而这样的谈判呢，必然是复杂和缓慢的。所以您看卡尼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犹豫和挣扎呢，恰恰反映了加拿大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求生的真实写照。它的自主空间呢是极其有限的，每一步都需要走得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这次会晤呢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它打开了一扇门，但是这扇门的背后是一个充满未知和挑战的更加复杂的新阶段。好了，既然门已经打开了，那么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呢？卡尼和习近平的这次会晤究竟会把加中关系带往何方呢？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两国的关系不会是昔日的黄金时代，而是一种更加复杂的和有条件的共存模式。在贸易领域呢，在解决了电动车和农产品的问题之后，双方的合作呢，有可能是聚焦于两个最现实的领域，也就是能源和矿产。我们先来看能源特别是液化天然气，也就是 LNG。在2025年的6月呢，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的 LNG 出口设施，位于 BC 省 Kitimat 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呢，发出了第一艘货船。这标志着加拿大正式加入了全球 LNG 出口国的行列。这一项目呢，一年的产能就大概有1400万吨，而且呢，还有可能翻倍扩建。那么买家在哪里呢？中国是全球最大的 LNG 进口国，需求巨大。那么虽然因为经济等原因呢，中国的 LNG 进口在2025年上半年呢是有所下滑，但是所有预测都指出从2026年开始，中国的需求将强劲反弹，并将在未来的10年当中持续增长，预计到2030年代的中期呢将达到顶峰。这对加拿大来说呢是一个巨大的机遇。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从 BC 省的港口出发跨越太平洋抵达亚洲，比美国的墨西哥湾出发要近得多，运输成本和时间呢也是更有优势。但是呢，这笔生意也并非是一帆风顺。全球 LNG 市场正在迎来一波供应过剩的浪潮，竞争呢是异常的激烈。而且加拿大作为一个新玩家，生产和运输的成本还相对比较高，那么将面临来自俄罗斯、澳大利亚和美国等老牌出口国的激烈竞争。甚至川普和习近平刚刚在 APEC 的见面中呢，也达成了从阿拉斯加向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的协议。可以说加拿大在 LNG 的领域的赌注呢，是一场高风险高回报的一个游戏。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矿产。
加拿大地大物博，拥有非常丰富的矿产资源，像铁矿、铜矿、煤矿等，一直都是对华出口的一个大宗商品。而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呢，对这些基础原料的需求也是长期存在的。但是现在呢，一个新的、更具战略意义的领域浮现出来啊，就是那个关键矿产。那么这些矿产，比如说锂、钴、镍等等啊，是制造电池、电动汽车和各种高科技产品所必须的。然而呢，这里的情况就变得非常的微妙和矛盾了。一方面呢，中国是这些矿产的最大的加工国和消费国，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目前加拿大为首的七国集团，也就是 G7 呢，正在努力建立一个买家俱乐部，目的呢，就是为了摆脱在关键矿产领域中对中国的依赖。这就让加拿大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啊，是把这些宝贵的战略资源直接卖给最大的买家中国啊，换取眼前的经济利益，还是响应盟友的号召，努力在本土建立这个加工产业链，为西方世界提供一个替代中国的选择。很可能啊，未来的加拿大会两条腿走路，既向中国出口一部分的原材料，满足其工业需求，同时呢，也大力吸引投资，发展本国的矿产加工能力啊，服务于盟友的战略目标。这种左右逢源的策略呢，很有可能就是未来加中关系这变成交易化和分块化的一个本质。所以呢，未来的加中关系图景呢，其实已经比较清晰了，它将是一种高度务实的基于资源交易的一个共存关系。当加拿大的 LNG 船与矿砂船驶向中国的时候呢，这背后是纯粹的商业利益计算，与价值观和政治立场无关。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可以对这次所谓的转折点做一个总结了啊。卡尼与习近平的会晤呢，是一个由外部压力驱动的务实的战略调整。那么它所开启的呢，是一种基于利益交换的有选择性的接触，而非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加中关系将会是一种艰难的平衡，那么在能源、矿产、农产品等领域寻求合作，但是同时呢，也在国家安全和价值观等领域呢保持警惕甚至对抗。卡尼政府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与北京进行必要的合作的同时，有效管理那些根深蒂固的风险和分歧。最终呢，我们是可以看到加拿大正在试图在美中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之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更加独立的以本国利益为核心的外交路线。这条路线的核心呢，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实打实的国家利益。而与中国关系的重启呢，是在这个越来越危险的世界里，加拿大为了自保而妥协的一次必要的防御性的举动。但是它的长期可持续性将会不断地受到那些尚未解决的深层次利益冲突，以及来自华盛顿的巨大压力的考验。加拿大的公众舆论呢，现在虽然有所回暖对这个华的好感度呢，从2021年的10%的低谷是回升到了现在的27%，但是这种支持是脆弱的，一旦再有突发事件关系缓和的势头呢，便会戛然而止。所以这场大国博弈的棋局呢，还远未到终局。加拿大这个一直试图扮演中间角色的国家，正站在一个全新的、更加不确定的十字路口。它能否在这场风暴之中成功地为自己找到一条安全的航线呢？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大伟探秘加拿大，我们下期再见。